外国专家认为，山东舰形成威慑力还要10年。错估解放军创新战法，会吃大亏，还会倒大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山东舰航母编队赴台湾以东海空域开展远海战备训练，历时近1个月，最近已返回三亚母港。此次训练，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成体系、成规模远赴西太平洋海域，期间还参加了环台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是山东舰航母战斗群战斗力提升的一次飞跃。然而，面对中国航母战斗群开始在西太平洋战备巡逻的现实，路透社采访了10名武官和军事专家，他们一致认为，中国航母距离在远海形成威慑力仍需要10年时间。他们具体给出的理由有这么几条：第一，中国航母的舰载战斗机出动效率并不高；第二，中国航母舰载机飞行员在夜间和恶劣气象条件下，在航母上的起降能力仍比较匮乏；第三，中国航母在冲突中容易遭到导弹和潜艇的攻击，特别是反潜战能力相对薄弱；第四，缺少固定翼预警机的支持，态势感知能力并不强；第五，中国航母活动范围仍处于解放军的陆基轰炸机和火箭军导弹的保护范围之内。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真的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在远海形成有效的威慑力吗？答案是完全否定的。中国航母的发展战略，首先会在中国军队的作战体系下找到位置，而不是独自跑到远海去威慑美国。你也可以理解为，山东舰如何在中国军队的作战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才是当前的重点。就这次山东舰前出西太平洋训练的情况来看，至少完成了3大战术创新。据央视报道，山东舰这次首次与火箭军进行了战术配合演习，这意味着中国航母的未来活动区域将首先在东风快递的保护范围内展开，足以对美军航母形成非对称打击优势。由中国航母舰载机提供美军航母的坐标，再由火箭军发射弹道导弹从天而降，足以对抗美军的超级航母。再加上山东舰航母编队内的055万吨大驱携带有鹰击21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又能将美军航母推离1000公里，这个战略价值是非常重大的。山东舰航母的第2大战术创新是在西太平洋为中国的轰炸机提供空中掩护，以空军的战略轰炸机进行配合。轰6K 前出西太平洋执行导弹发射打击任务时，山东舰航母的舰载机可以为其进行护航，这可远比歼16和歼20的活动范围要大。这将提升轰6K 使用巡航导弹打击关岛的战术合理性和安全性。按照央视的说法，山东舰还以其他的水面舰艇编队进行了联合训练，为其他的舰艇编队提供空中掩护。比如，可能有另外一支055万吨大驱编队也在西太平洋地区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正好处于山东舰舰载机的保护区域之内。我们还可以展望一下，虽然山东舰现在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中国也可以出动能够实施空中受油的预警机，在西太平洋地区提供态势感知能力，由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为其提供空中保护。这个战术也是合情合理的。总体而言，虽然山东舰航母战斗群与美国的超级航母战斗群相比还有差距，但是人民海军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军队作战体系中的合理位置。不管是以火箭军的配合，还是为空军的战略轰炸机提供护航，再或者为其他舰艇编队提供空中保护，都让山东舰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而且中国的航母怎么使用，这要看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军队提升整体作战能力，能否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足够强大的战略威慑。就算现在某些任务航母单独无法完成，但是有了其他军兵种的配合，足以发挥其关键作用。如果错估解放军的战术创新，胆敢对山东舰亮剑，那么其下场将会非常悲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